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这期分享的内容是自以为时髦，实际很显土的7种中国式大妈穿搭，看看你有穿吗？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提起中国大妈，很多都会说，她们爱打扮，但不会打扮。面对年纪增长，她们不愿意显得老气，而是会努力打扮自己，希望看起来状态不错。不过，个人的品味很难跟上时代的步伐。由于年轻时接触的时尚资源有限，加上审美能力没有那么高，她们精心打扮后的样子，常常是自己觉得时髦，但在别人看来有点过时，甚至显得有点廉价。这种风格通常被称作中国式大妈的打扮。这样的打扮就像是一种看不见的束缚，不仅限制了她本来的优雅和美丽，也让她们的品味难以跟上时代的潮流，显得有些落伍。这期咖啡屋，我们就来探讨一下那些自认为时髦，实际上看起来并不怎么样的中国式大妈装扮有哪些特点，看看你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不小心踩到这些穿搭的雷区。1. 等你老了，请务必远离7种中国式大妈打扮，太低级。1. 艳俗旗袍配年代感手镯或油纸伞。旗袍是中国的传统服饰，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东方魅力。然而，一些大妈穿着旗袍时，却没有展现出应有的美感。她们选择的款式颜色鲜艳，图案俗气，这些旗袍的开叉较高，紧身的设计反而突出了她们身材的不足，失去了优雅，显得有些粗俗。在搭配方面，大妈们也不够精致，她们会戴上一些看起来很古老的玉石手镯，或者拿着色彩斑斓的油纸伞。虽然这样的搭配看起来很有古典韵味，但实际上却是显得风格混杂，给人一种廉价的感觉。油纸伞如果不是在特别复古的场合使用，会显得有些做作和不自然。如果油纸伞的材料粗糙，制作工艺一般，还会进一步降低整体造型的档次。2. 亮色印花裙配墨镜或丝巾。中国大妈们旅游时，喜欢穿颜色鲜艳的印花裙子，戴上墨镜和丝巾。这种裙子颜色很亮，图案大，而且排列没有规律，看起来很抢眼，但看久了会让人觉得累。她们还会戴上大墨镜和丝巾，这些配饰同样很显眼，让人眼花缭乱。墨镜还好一些，就算质量一般，看起来也不会太差。但是那些丝巾颜色太鲜艳，质地又薄又没有质感，再加上那些大块的颜色或者俗气的花纹，看起来就很廉价。3. 蕾丝拼接类化纤裙子配老式平底单鞋。如果一个人的审美长时间没有进步，就会特别喜欢那些已经不再流行的老式服装，比如那些带有蕾丝拼接的化纤裙子，搭配上老式的平底单鞋，这种裙子的材质通常不太好，摸起来手感粗糙，质感很差，从远处看，裙子的光泽也不自然，看起来就像覆盖了一层塑料膜，穿在身上显得很廉价。而老式的平底单鞋对腿型没有任何修饰效果，鞋底很薄，鞋面很低，颜色也很过时。当搭配裙子时，因为鞋底不够厚，不能增加身高，而且款式设计也不够好，不能美化腿型，所以无法在视觉上拉长腿部线条。相反，这种鞋子还会让小腿的肌肉线条和腿型的弯曲更明显，让人看起来既胖又矮。4. 暗红暗紫冲锋衣配双肩包。暗红和暗紫的衣服通常给人一种沉重和压抑的感觉，冲锋衣的款式往往简单，缺少吸引人的设计元素，裁剪上追求简洁和直接。当这两种风格结合在一起时，很容易看起来单调和过时。如果再配上一个风格不搭、款式过时的双肩包，整体造型就没有时尚感。在人群中，
这样的装扮像是与现代社会和流行趋势脱节，难以展现出积极的形象和气质。5. 软塌无形的奶奶衫配深色7分阔腿裤。奶奶衫软绵绵的，没有固定的形状，领口和袖口也没有特别的设计。这种衣服的面料很软，穿在身上松松垮垮，没有立体感。这样的衣服不仅会让人看起来比较胖，而且也不能很好的修饰身材。如果再配上一条深色的7分阔腿裤，整个造型就会更加沉闷和压抑，不仅无法展现出中老年女人的活力和精神，还很老气。6. 裙配运动鞋。裙子搭配运动鞋，看起来风格不太协调。运动鞋通常是运动时穿的，给人一种年轻、有活力和休闲的感觉。而中老年女人往往更喜欢优雅和正式的装扮，比如穿着收腰的连衣裙或者半身的中长裙。这样的裙子和运动鞋放在一起，裙子的优雅感会减弱，运动鞋的活力也会显得不那么明显，整体造型看起来会有些奇怪。另外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中老年女人的体型也会发生变化，比如腿部肌肉会变得松弛，或者出现多余的赘肉。这时候，选择合适的鞋子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身形。但是，运动鞋一般都比较宽大和笨重，如果和裙子搭配，会在视觉上让下半身显得更重，让腿部看起来更粗更短，这样会破坏整体的身材比例，看起来既不时尚也不高级。7. 裙配短丝袜凉鞋，累赘繁琐，不够清爽透气。凉鞋是春夏季节流行的凉爽鞋子，通常设计简单，透气性好。短袜一般用轻薄的化纤材料制成，手感不太好，容易皱，还容易勾丝，有时候透明度不均匀，看起来不值钱，很粗糙。把短袜和凉鞋一起穿，短袜会遮住脚的一部分，这不仅让凉鞋的凉快和透气感消失了，还显得多余复杂。在颜色和材料上，两者很难搭配的和谐，特别是和颜色鲜艳或者设计特别的凉鞋一起穿时，看起来乱七八糟，影响整体的美感。2. 上了年纪的女人想要摆脱大妈感，这些细节不可忽视。1. 着装的得体性与修饰性。俗话说得好，人是桩桩，全靠衣裳。年纪大了，身材发福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穿得好看。关键在于学会挑选合适的衣服和搭配。对于中老年女人，衣服不必追求昂贵，但一定要合适。合适的衣服是指既不太紧也不太松，这样可以避免突出身体的不足，也不会显得邋遢。挑选衣服时，可以考虑那些能够修饰身形的设计，比如合身的肩线、V 领、直线型或 X 型的款式。这些设计可以帮助我们看起来更加匀称，同时避免选择那些过于花哨或过时的款式。经典的基本款往往更耐看，也更能展现成熟稳重的气质。2. 颜色的衬托性与耐看性。合适的衣服颜色不仅能让我们看起来更年轻，还能突出身材优势，反映审美和品味。实际上，很多中老年女人的皮肤是暖黄色调，甚至有些偏黑。对于这种肤色，应该避免使用那些高饱和度和高亮度的鲜艳颜色，比如荧光色、玫红色和青绿色。这些颜色和皮肤对比太强，容易让人看起来更黑，显得不够时尚。建议选择低饱和度的颜色，比如莫兰迪色系，这些颜色能帮助营造出温暖、亲切且有气质的氛围。例如，柔和的米白色和淡蓝色都是不错的选择。这些颜色看起来很舒服，搭配起来既和谐又显得有档次。这样的颜色无论在什么场合穿，都很合适，而且越看越有味道。3. 注意搭配的和谐性与美观性，尽量不要混搭。在时尚界，混搭是一种非常有个性的穿衣风格，
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穿出感觉。比如一些中老年女人尝试混搭时，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，比如风格不搭、颜色太多太乱、衣服的比例不协调等等，整体看起来没有统一感，让人觉得眼花缭乱，缺乏品味。3. 优雅并非遥不可及，学会以下穿搭技巧，你也可以时尚高级。1. 巧用基础款叠搭，丰富视觉层次。只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单品才能被称为经典。女人过了40岁，在穿着打扮上不需要太多繁复的装饰和点缀，无论是款式还是设计，都应该逐渐向简约风格靠拢。然而，简约的基本款穿搭有时会显得有些单调，缺乏时尚感。这时，我们可以运用一些小技巧来增加穿搭的视觉层次，营造出时尚气息。例如，可以尝试基础款的叠穿技巧，选用一件简单的白色 T 恤，搭配一件轻薄的针织开衫，开衫的扣子可以不全扣上，形成自然的 V 型领口，而开衫自然下垂的衣角与 T 恤的长度不同，营造出错落有致的效果。这样的搭配不仅丰富了视觉层次，还能在视觉上拉长身体线条。2. 衣收而不紧，显瘦不臃肿。对于中年女人来说，穿松垮垮的衣服来遮掩多余的体重并不是最好的选择。相反，选择衣服时在一些关键部位做适当的收紧，可以达到看起来更瘦的效果，而且不会显得臃肿。比如在腰部做些收腰设计，让背部的衣服贴合身体，以及保持肩线的清晰。这些细节上的收紧有助于描绘出身体的线条。这样做不仅能够立刻改善身体的比例，还能营造出上身宽下身窄的视觉效果，让人看起来更高更瘦。3. 留减龄发型，轻松实现逆龄。俗话说，换对了发型，堪比整容。这句话适用每一个人，想要变得更美丽、更年轻，发型的选择尤其重要，不能随便忽视。扎一个有气质的低马尾，可以轻松营造出一种氛围感。这种发型适合各种场合和不同类型的头发。为了避免显得老气，可以在低马尾中加入一些小装饰，比如丝巾，这样可以减少低马尾带来的土气感。即使年纪增长，我们也能在同龄人中显得更加突出。使用鲨鱼夹来扎头发，不仅能够展现出中年女人的优雅，还能让你看起来充满活力。后脑勺的饱满程度对于整体造型来说非常关键，如果绑的位置不对或者太紧，会显得头发稀疏，头型扁平，所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绑发位置很重要。同时要稍微放松一些头发，这样看起来会更加自然和年轻。年纪稍大的女人如果头发比较细软和塌，最好选择蓬松的卷发，通过在头顶做烫发处理，可以增加头发的体积感，让头部看起来更加饱满。这样的发型不仅显得年轻，而且时尚。另外，选择合适的卷发还要看脸型。对于方形脸和圆形脸的人来说，把卷发集中在头顶和中部会比较合适，这样可以平衡脸部的线条，看起来更协调。而长脸型的人在烫发时，应该把卷度放在头发的尾部，这样能有效地缩短脸型。4. 配饰点亮整体，带精不带杂。配饰虽然能给我们的日常装扮增添亮点，但不宜过多，它们的作用主要是为了点缀，增加精致感，而不是让整体看起来复杂。在日常搭配中，挑选1到2件配饰，如项链、手链、耳环、戒指或丝巾、帽子等，就能恰到好处地提升时尚感，展现高雅的品味。对于中年女人来说，以下2种配饰特别合适。一是珍珠项链，珍珠项链与成熟女人的知性与优雅非常相称。珍珠项链的设计风格多样，有简约、复古、时尚等多种款式可供挑选。佩戴时可以搭配衬衫或连衣裙，
这样能够突出中年女人的时尚魅力。在选择款式时，以白色珍珠为主，因为它们百搭且适合各种场合。二是翡翠饰品，40岁以上的女人可以考虑一款简约而优雅的翡翠饰品，无论是挂件还是手镯，对于骨架较大、身材丰满的女人来说，翡翠饰品能够提升整体气质。天然翡翠的美丽色泽给人带来青春和活力，经常佩戴还能让人心情愉悦。4. 50岁日本模特穿搭示范，3步去除中年大妈感。第一步，选择质感上乘的面料。衣服的材质对穿搭效果有很大影响，那些看起来皱巴巴、质量差的面料，不仅会降低个人气质，还会让人看起来更老。因此，在挑选衣服时，记得选择一些质量好的面料。这些面料穿起来舒服，看起来高档，还能提升整体造型的分数。例如，左边的模特穿了一件雾霾灰色的纯棉 T 恤作为内搭，外面套了一件浅绿色的西装外套。这样的搭配既显得专业又时尚。下半身她搭配了一条百褶长裙和一双带跟的单鞋，整体造型既优雅又充满活力。再看右边的模特，她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衬衫，领口敞开，搭配一条复古蓝色的牛仔裤。这样的搭配让她看起来很有魅力。两套造型都很有质感，简单却不失品味，完全看不出模特们已经50多岁了。第二步，设计简约不单调。都说细节决定成败，穿衣打扮也不例外。衣服的设计细节能够为我们的整体造型带来亮点和特色。我们不需要选择那些设计过于复杂繁琐的款式，但是也不能选择完全没有设计感的衣服，否则整体造型会显得单调，缺乏亮点。看看这位时尚博主的穿搭，她选择了一件蓝色的镂空针织毛衣，搭配了一条白色的直筒裤。这样的搭配既简单又不失时尚感，镂空的设计为她的整体造型增加了一丝灵动和透气的感觉，既实用又好看。而且她手腕上佩戴的黑色手表和耳朵上戴的白色耳环，都是很好的点缀，让整个造型更加出色。第三步，化淡妆提气色。40岁后，许多女人的面色都不如以前，出现脸色发黄、气色差等问题。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化上一个淡妆，肯定会让你看起来更有活力。淡妆可以改善肤色，使你看起来更年轻、更有活力。看看这些模特，她们都化了淡妆，她们利用了聪明的化妆技巧，不仅遮住了脸上的小瑕疵，还让整个人显得更加光彩照人。因此，对于50岁以上的女人来说，化一个淡妆是一个非常有帮助且有效的，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的办法。所谓3分美貌天注定，7分打扮靠自己，找对风格，选对配色，发型利落，穿搭有质感，分分钟脱离所谓的大妈感，做一个精致时髦的大女人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赠人玫瑰，手留余香。欢迎你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